大家今天顺利吗？大家今天顺利吗？我是静红，我是巧丹，这里是庭院上的故事，来丰富你们的人生事。我们透过历史、书籍、电影、风土，带您进入那些看似很远却其实离我们很近的事，在这里扩散你我的小宇宙，还有那些故事所延伸出的观点。本节目透过 First Story Studio 上传 Google 搜寻 First Story 了解更多。货币是我们在世界走跳交换价值的媒介，我们从纸钞与硬币出发，认识这国家最引以为傲的人事物。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12月7号下午2点，快接近3点左右。没错，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星期天午后。对，前几天天气都是那种就是要下雨不下雨，要冷不冷的，就是很讨厌。蛮烦的，不过现在这个天气好像也不像传统意义上12月，因为12月不是都要很冷吗？对啊，确实这样没有错。现在的气候真的是变得有点怪怪的。对啊，我记得以前10月的时候就很冷了，然后我记得我前2-3天在那个 Facebook 上面有看到一张图啊，就是他有在叙述说，我们现今的那个平均气温达到同样低温的时间点是一直在往后的。对啊，就是不太像是以前就是古人说的那种什么时节，就比如冬至就没有冬至的感觉。对啊，就是这几年有一个现象，就是立冬那一天都很热。对啊，确实就是非常的奇怪啦。再聊聊一下我们最近做了什么。我们先回顾一下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啦，就是前10月底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大家都知道嘛，我在离岸风电产业工作服务嘛。那10月底的时候算是我们年度的一个大展览了，就是台湾的国际能源周啦。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产业呢，好像没有像前几年这么的盛大了。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到了一个比较趋于稳定的程度，就是说看起来机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而且我有观察到一件事，就是每一年看这种展览呢，就可以看到说，那个年度对于这个能源这件事情，大家在意的重点是什么？像前几年呢，大家都一直很在意就是太阳能啊，然后发电相关的东西啊，然后还有重电相关的东西。今年的话呢，关于一般电力的部分呢，都一直在关注在表后储能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每一年大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至于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大部分的因素都是跟政策有关系。所以说机会没那么多，指的是工作机会，还是说这个产业的前景呢？我觉得都有啊，相对来说没有像几年前这么的蓬勃发展啦，因为相对来说开发的脚步已经慢慢的缓了下来啦，所以相对来说投入的玩家就不是那么的多了啦。然后这个市场大家看的气氛是比较悲观的，这是我观察到的一种感觉啦。从那个展场，我们从原本在1楼，然后被搬到4楼，然后那个规模呢越来越小，你就知道说这个产业相对来说在台湾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要怎么讲？没有那么夯吗？对，没那么夯，对，没那么夯，对，没错。另外一部分，因为其实我有一些朋友是在相关，就是不是风电产业，但是在能源产业服务啦。他们是我有个同学，他是在台湾某知名电机大厂啊，在销售关于高低压变电设备的朋友啦。那他就带我去看了，像他说今年像他们在1楼的部分啊，大部分他就说其实太阳能这边的开发已经也开发到了差不多到了头，所以今年大家的重点都一直摆在表后储存。那什么是表后储存？跟大家聊一下好了。表后储存就是说呢，台电电表之后，你自己的用电有高峰跟低峰嘛，低峰的电力呢是可以存下来的，因为比较便宜，所以今年大家都在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大家都在弄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政府有一个蛮不错的补助的方案啦，所以企业就是从这边为了要省一些钱，所以大家今年都一直拼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观察。从这个展览观察到产业之后呢，你就可以想到说，接下来有什么事情是有机会赚到钱的。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观察。另外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啊，我们有参与了一个算是年度任务之一啦，就是9Room的在台湾的见面会。对，9Room呢是我们的有台 Podcast 节目旅行热炒店的主持人，观众也会称他是主厨或者是店长。没错，就是9Room是我们算是应该说是我们在做 Podcast 一路以来，他就是也给我们很多支持啊，跟一些指教的，算是我们的前辈。对，没错。那我们很佩服他一点之后，他感觉就是
有源源不绝的活力，然后以及就是说他很会做时间管理跟分配，因为他其实一个人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对啊，他要旅行，他要上班，然后还要就是做 podcast 出差，对，出差，然后他的更新频率是1周1次啊。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啊，我们现在都回归到变成原本想尽力就是回到2个礼拜1次，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我们生活上的事情。重点是九龙今年他就是在那个线下的活动的时候，他有提到他今年还接了一个那个算是台湾人在他们美国那边的一个要怎么讲组织吗？组织的干部，对，干部，然后有做蛮多行政的事情，他又多做这件事情，然后更新频率没有下降，我是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对啊，是我们很佩服的前辈。这个活动也非常的好玩，然后甚至说这个场地还不够，他还临时加场，这真的很厉害。而且九龙让我们很佩服是说他是一个人做节目，那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单口的这个 podcast。 那他其实自己在见面会的时候，他也都是自己在分享他的内容，就是内容也是很有趣啊，不会说让大家觉得好像有点是单纯在听演讲的感觉，就是有互动性的。对，然后他有一些内容是节目以前有提过的，然后但是你在线下活动中，你其实可以又看到说他节目提到的事情有把它影像化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就是有点像是说你重听一次，但是中间内容有一些不一样，然后有一些比较更具象化，你会更了解说他看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九龙他是本身有在旅行啊，然后他本身的背景是读地理相关的嘛，我记得。对，然后呢，就是他会自己安排一些旅行的路线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点跟点之间的这个方式。那他很酷哦，就是九龙有说他都怎么排，他都是自己看地图，他说看一看就理出心得，就决定要怎么玩，觉得超强。对，今年这个主题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跟水有关系啦。那讲到水有关系，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通常移动都是以坐飞机或陆路移动，但是水陆之间，比如说国境跟国境之间的水陆移动反而是比较少尝试的，尤其我们又是海岛国家。那其实海岛国家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种水陆的移动应该也算是风行的一种移动方式啊，但是确实在台湾是很少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大家的直觉都还是想到要搭飞机啦，因为毕竟是比较快，然后要订一些机票航班资讯也都是比较充足的。没错，不过我觉得这里讲到一点，九荣这次在节目也分享很多不同的船舶的形式跟类型啊，所以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也蛮特殊的啦。那他搭过真的是从小到渡轮，大到类似那种游轮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船他其实都有搭过，我觉得是真的是蛮特别的。不过九荣有点可惜，就是他没有坐过所谓的离岸风电船，这个就是我有经验的部分了。好了，那我们前面聊的差不多了啦，就聊一下我们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钱币上的故事的唐尚尼亚最后一个篇章讲完。我们今天会聊2个人物，就是这个唐尚尼亚的开国的总统以及副总统。那在开始之前呢，照惯例还是先复习一下钱币的样子。我想隔了有点久，大家可能有点不太记得钱币到底唐尚尼亚钱币有哪几种。先从500元开始，500元的话其实是绿色的，那正面呢是第一任副总统阿贝德阿马尼卡鲁梅的肖像，背面的话是三兰港大学的中央礼堂。然后第二个币值是1000元，那1000元的话是蓝色的样式，正面呢是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瑞尔的肖像，背面呢是伊库鲁总统府。然后再来是2000元的这个面值，那2000元的设计是橘色的样式，正面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动物狮子，背面呢就是桑吉巴石头城的阿曼阿拉伯堡垒。那再来是5000元，5000元的话是紫色的设计，正面呢是很难发现的黑犀牛，背面呢是基特金矿的氢化进出设备。那再来呢是10000元面额的这个纸币，是红色的样式，正面呢是大象，背面呢是坦尚尼亚中央银行总部的样子。大家还记得我们上集跟中集聊什么？上集我们聊到就是动物这件事情，聊了非洲五霸，还有就是唐尚尼亚的产业采矿业的这个部分。中的部分呢，我们比较集中在上吉巴的部分，因为这个是跟旧世界最有连结的一个部分。我们聊了上吉巴的前世今生啊。最后一部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上集的时候应该有提到嘛，其实唐尚尼亚这个国家是由2个部分组成的，塔干伊克跟上吉巴这2个部分最后统合成一个国家叫唐尚尼亚嘛，各取一个字。那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融合呢？这个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这个部分。
在聊这个部分之前呢，就要聊2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坦桑尼亚的开国总统以及副总统朱利叶斯·尼瑞尔以及阿贝德·阿马尼·卡鲁梅。这2个人呢，分别刚有提到嘛，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副总统。我们现在聊聊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瑞尔。他其实呢，在坦桑尼亚成立之前呢，他是坦桑尼亚的前身国家坦甘伊克的第一任的总理，也是总统。他被尊称为坦桑尼亚的国父啦。他在史瓦西里语里面呢，大家称呼为 Mwalimu， 这个可能我念的不是很标准，我们到时候请我们的 Google 小姐再来帮我们说明一下。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史瓦西里语里面，它的意思是老师啊。这个朱利叶斯·尼瑞尔呢，他也同时也是促成这个坦甘伊克跟上吉巴合并的主要人物。自从这个坦甘伊克独立以及上吉巴成立之后呢，他就担任这个国家的总统，直到1985年为止啊。那我们先来聊聊他的生平啊。他的生平呢，他出生于1922年的4月13号，出生于现今的这个坦桑尼亚的马拉地区穆索马区的布地亚马村。之后呢，他就陆续完成学业。他的大学是在乌干达完成的，因为当时还是这个英国殖民时代。其实像乌干达啊、坦桑尼亚啊跟肯亚，其实这个算是大史瓦西里地区都是在英国统治之下。当时乌干达是有一间大学的。那他在乌干达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之后呢，他就到了殖民地的母国英国去留学。他到了爱丁堡去留学。留学归国之后呢，就回到这个当时的坦甘伊克去担任老师的工作，并且呢，在教书之余，并且奉献于这个独立运动啦。他在1954年的时候协助就是坦甘伊克这边成立了一个联盟，叫做坦甘伊克民族联盟啦。那这个联盟呢，它其实是致力于非暴力的这个独立运动啦，不像当时其实在坦甘伊克的本土呢，有其他的领导了一些独立的运动，他们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暴力的，然后有一些是以这个非洲民族主义为大旗的。朱利叶斯·尼瑞尔的话，他比较特别，他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就是以非暴力的方式，那或者就是就是非洲民族主义，就是我们非洲人就是一定要独立自主，类似像这样。他其实只有反对殖民主义，而不是反对当时殖民的这些白人啊，所以他相对来说他的色彩是比较温和的。独立之前的这个前殖民地呢，当时其实英国在这些就是有想要独立的殖民地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有开始慢慢下放一些权力，然后去做选举啊。独立前的这个坦甘伊克的大选之中呢，他带领这个坦甘伊克的民族联盟在选举中是获得重大的胜利啦，并且在之后独立前的这个1960年的选举之中呢，取得当时71席的席位里面中的70席，并且带领了这个坦甘伊克走向独立啦。不过那个时候其实英国陆陆续续也是有想要放弃在非洲的殖民地啦。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蛮特殊的，我们都知道非洲当时那个社会时空背景呢，所谓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其实在非洲也是算是相当流行的一个主义啦。那他同时其实也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个支持者。他在独立之后呢，在全国推行这个教育，所以使得这个现今坦桑尼亚的这个文盲率是大幅的下降。那他有一个其实要怎么说呢，是有一个比较好坏参半的一个政策啦，就是他在1967年就是坦桑尼亚成立之后呢，他在阿鲁沙，就是我们去那个非洲玩的第一个城市 Safari 的入口地区。这个地方呢，其实阿鲁沙就是在我们下飞机抵达坦桑尼亚本土，然后准备要去 Safari 之前的一个小城市啊，算是说我们可以补给的一个地方。对，入口城市啊。朱利叶斯·尼瑞尔呢，他在这个地方发表了一个对坦桑尼亚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宣言，叫做阿鲁沙宣言啊。他在这边实行了一个政策，叫做乌加玛。那他在这个斯瓦西里里面意思叫做发音是这样 Jama， 然后他的在斯瓦西里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家庭啦。他希望说呢，将传统社会的这种社区价值观跟现代的经济跟社会发展是理念是相结合的啊。所以说呢，他当时把很多私人的银行呢，那收归国有，还有重点企业也收归国有，那鼓励农民去加入这个集体村庄，所以因此他在坦桑尼亚享有很高的声望啦。那其实说实在，这个乌加玛这个制度其实有一点好坏参半啊，就是他虽然说好像想要带领坦桑尼亚人民，就是用一种比较社会主义就社会大同的概念去带动国家发展，可是事实上呢，
效率没有那么好啦。是有点共产的感觉啊。对，有点像共产，可是它跟共产又不太一样。它的共产主义像在中国后来发展到那个大跃进那个时代啊，就是他们把家庭的单位也拆散了。可是在这个朱利叶斯·尼瑞尔理念里面呢，家庭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只是有点像是说大家去到那个什么人民公社、集体公社，以农村为概念，可是它还是单位是以家庭为概念啦，大概是有点融合共产跟就是以往的那种家庭概念一起融合的。就是没有那么极端的方式。对，就是没有那么极端，对不对？而且它跟共产主义又有点不一样，它是社会主义，就是相对来说共产是更，如果说光谱是有左右之分的话，共产是相对更左边一点，那社会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在更右边一点的地方，所以它比较像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们不全然是跟共产党是有联系的。而且在那个年代啊，你如果说是共产政权，其实它是会跟所谓的共产国际是走得非常非常的相近的。所以说其实当时的那个共产国际啊，还没有把触角伸到非洲去嘛？其实也是有的，只是没有很就是说没有很显著的成果。有些国家有成果，有些国家没有。这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上吉巴的时候，就可以聊到这部分啦。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上吉巴跟坦干伊克最后会合体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说这两个国家他们都虽然说价值观都是比较偏向社会主义，可是他们跟共产主义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件事情也是导致促成说这个上吉巴跟坦干伊克融合的原因啦，尤其是上吉巴。那这个部分我们总统就大致上聊这一些，虽然说内容不是特别多啦，那其实我找到一些资料啦。那总而言之，其实这个朱利叶斯·尼瑞尔他虽然说声望很高嘛，但是实际上坦桑尼亚最后在成立的之初，其实他担任总统担任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不民主的。甚至到1985年之后呢，国家也没有举行民主的选举，他其实是有指定接班人的。那一直到最近这20年来，坦桑尼亚才比较慢慢走向开放，然后政党有开放啊，然后还有各项的管制才比较的没有那么严格，那大家参与政治的机会才比较多了。这是目前坦桑尼亚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一任的副总统这个阿贝德·阿马尼·卡鲁梅这个人。阿贝德·阿马尼·卡鲁梅的话，他是在1964年到1972年之间呢，担任上吉巴的第一任总统跟坦桑尼亚的第一任副总统。你还记得我们有聊过坦桑尼亚这个国家成立之后呢，上吉巴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是有点像国中之国的概念嘛。对啊，就是有自己的正副总统。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有就是蛮大的自治权。没错没错。那这个卡鲁梅的话，就是当时的坦桑尼亚国家成立之后呢，他的第一任上吉巴的总统。坦桑尼亚的宪法那当时候是有规定的哦，总统是要来自本土，但是副总统是要来自于上吉巴，这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制度。所以说这是大概这个是背景的解析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卡鲁梅身上啊，那个卡鲁梅的话呢，其实有关他的资料也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卡鲁梅呢几乎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从政之前呢是一名这个水手啦。那曾经呢，据说他在这个当时上吉巴还有苏丹的时代的时候，他是在苏丹的这个礼仪船上面担任这个桨手，也就是划桨的人啦。那在生涯很早期的时候呢，他其实就离开了上吉巴这个地方啊。他在这个伦敦跟其他的世界各地旅行啊，他透过接触到很多这个思想，这种非洲独立思想而从政啊。那今天上吉巴当地有一个主要的政党叫做非洲色拉子党，那这个色拉子党其实就是卡鲁梅自己创立的一个政党啊。关于这个卡鲁梅本身，他也有很多的谜团，很多人说他其实搞不好根本就不是上吉巴的当地人，他比较像是那个乌干达人，因为听说他的史瓦西里语的口音是比较接近乌干达那边的人，所以他的人生的背景其实也是有点蛮多谜团的啦。接着呢，就是因为他就是想要搞独立搞革命嘛，所以说他其实蛮长一段时间是不在上吉巴国内的，是直到这个1964年把苏丹推翻的这个上吉巴革命爆发之后呢，当时推动革命的这个领袖就是约翰奥凯洛呢，才把他从这个非洲大陆本土邀请回上吉巴担任这个上吉巴的总统啦。
他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担任总统。不过虽然说到那时候上吉巴那时候就等于正式独立了嘛，不过政局也不是那么的稳定啦。所以说呢他后来就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才跟塔干伊克合并。不过我们之后会再讲到这部分。我们现在聊聊说坦桑尼亚这个国家成立之后，他担任上吉巴总统任内，他其实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他其实呢，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呢，他其实成立的初期是比较接近社会主义的，所以说这个跟这个卡鲁梅本身的这个中心思想也很相近的，所以他当时呢其实有推行了所谓的政府住房计划跟免费医疗啦。政府住房计划的时候呢，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那个上吉巴参加导览的时候，他有讲过石头城的房子都是政府的。对啊，就是好像没有像我们这边有就是所有权，就人民有所有权这个概念。对，在那个石头城的部分是这样子啊，也是有一些私有住宅，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啦。所以他就是推行了政府住房计划跟免费医疗，那就是重新呢分配原先苏丹国时期阿拉伯人的土地与资产给穷人，那就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没错没错，在上吉巴当地对于这个第一任的这个总统，他们也是我们这边讲的总统是相对上吉巴人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有自己的总统，所以我们这边在这个环节里面讲到的总统都是上吉巴总统，他们就对这个上吉巴总统的这个想法是非常的好的啦。不过呢，他活的也不是特别的长，我们刚好提到嘛，就是在1964年到1972年，他担任了第一个副总统。你就想啊，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尼瑞尔嘛，他的任期是到1985年，为什么卡鲁梅只有到1972年呢？因为他中间就是被迫终止他的政治生涯。对，没错，因为他被暗杀，他在任内被暗杀了。那他暗杀的说法其实有蛮多种的啦。最主流一种说法呢，是我们前面稍早的时候有提到嘛，当地有一个主要的政党叫做非洲色拉子党。那非洲色拉子党的总部在这个上吉巴的首都叫石头城的地方啦。石头城的色拉子党的总部跟人家玩棋的时候被4名枪手给射杀，这是最主流的说法啦。所以其实子弹是可以穿过珊瑚礁的嘛？是这意思吗？因为石头城的房子不都是珊瑚礁盖成的？是这样说没错啊，但他是在房子里面被射杀的。没错啊，就是因为房子是珊瑚礁盖的啊，所以他就是穿过珊瑚礁。是枪手冲到房子里面。冲到里面，我以为是他在外面打，然后他穿进去房子。没有，是枪手冲进去把他干掉的。好吧，那可能就是维安可能有一些不足。对，维安有一些不足啦。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他的生命就被终结在这个时候。不过总而言之呢，可想而知啊，这2位被放在钞票上，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国家有重大的贡献。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在晚节上都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有一点晚节不保的味道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100%全面的被所有的人民歌功颂德。对，就是没有办法放在可能历史课本上面，就是全部都在称赞他这种定位。没错，像这个第一任总统尼瑞尔啊，他这个乌贾马的计划实行的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啦，他其实最终是没有带领这个坦桑尼亚走向比较富裕的道路。他虽然说有改善一些状况，但实际上呢，他就是没有发展工业，没有发展起来，很多的国民的经济情况也不是非常的理想啊，所以就是把大家大集合在一起。对，然后但是没有很大的经济的成长。对，所以整体而言也不是很失败。然后加上说后期他本身有对国家做一些言论的控管啦，那也是有那种白色恐怖的这种路线存在，所以其实说真的他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啊。这个卡鲁梅的话其实也是有差不多的状态啊，然后加上说上吉巴岛内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政治势力啊，所以说搞到最后呢他是被暗杀掉的。所以这2个人也是命运也算是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很类似的有点类似啊，他们的人生轨迹某种程度上也是蛮类似的，就是有点不胜唏嘘吧。对，有点不胜唏嘘。那最后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这2个地方呢会合而为一嘛。刚你听完了上吉巴的故事跟坦干伊克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法跟共产主义是不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坦干伊克跟上吉巴他们的社会主义的这个想法是很像的，就是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会融合，可是他们就是跟共产国际是真的蛮不一样的。对，没错。为什么会这个合并呢？我们要先回到这个当时上吉巴革命。其实这个起头的事情呢，是上吉巴这边比较有迫切的需求，想要跟坦干伊克去做合并啊。我们回到上吉巴革命的当下，当时革命的首脑叫约翰凯洛尔嘛，他控制了上吉巴之后呢，他就邀请这卡鲁梅回到上吉巴担任总统嘛。但是实际上呢，在上吉巴独立运动上面还是有其他的领袖，
像有另外一个领袖，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上吉巴革命委员会的一员，他叫做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巴布，那我们就后面就简称他叫巴布好了。这个巴布呢，他就是相对来说还是跟共产国际走得比较近的一个领袖，他也回到上吉巴岛上担任重要的职务啦。加上说这个奥凯洛嘛，他是当时革命的功勋，所以说他自己也把自己封为一个元帅。那你就想，但刚独立的上吉巴就有3股势力，有共产势力背后支持的这个巴布，以及当初革命重要的功勋叫这个奥凯洛，就有这3股势力。那其实这个卡鲁梅就很辛苦嘛，因为他虽然是总统，他好像权力最大，可是实际上呢，他后面还是有背刺，就是芒刺在背的这种感觉。这个卡鲁梅就觉得说，为了要保持他自己的政治的独立性，然后也避免政敌，就包括就是武装力量靠奥凯洛这一边，以及国际的这个共产势力的影响之下呢，卡鲁梅就利用他自己的跟周边国家的政治技巧。首先他做了一件事，他先将奥凯洛击落。他的技巧呢，就是他在国内呢将这个奥凯洛塑造成跟邻国勾结的这种反动分子。这个怎么觉得这个故事好像哪里有点类似就是把他贴标签吧。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让大家先误会他，指责他。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他就跟隔壁的邻国，也就是隔了一个海峡的坦干伊克这边串通好，他就邀请坦干伊克的警察进入上吉巴维持秩序，然后并且这个趁奥凯洛出国的时候，就宣称他是上吉巴国家的敌人，并且不准他返回上吉巴本土啊。奥凯洛就从这个政治上就出局了。同时间，因为他引入别国的警察嘛，然后他跟这个卡鲁梅的关系，卡鲁梅他本身跟这个坦干伊克的总统朱利叶斯尼瑞尔本身呢，他的关系也是不错的。同时他们2个国家就同意就组建这个联盟啦，也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吉巴不会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产生结盟的。本身他其实为了保全他自己的政权而做这个决定，你才会觉得很奇怪啊！明明上吉巴这个地方它相对来说是中性的宗教就不一样，文化也跟塔干伊克的本土完全不一样，可是这2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家？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这个地方啦。那这样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本身卡鲁梅这个政府呢，本身它本来就具有这个法律上的合法性，又得到这个塔干伊克大陆的一个支持啦，所以说这个卡鲁梅成功把巴布也排除在这个政治上面啦，就是无法进一步威胁到他的政权，这就是导致坦桑尼亚这个国家成立的一个原因。所以比较像是用政治手段所产生出的这个发展。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了，我们讲到这边呢，终于把钱币上大部分的人事物都聊完了啦。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说的想法是要回归到我们非洲行吗？还是？对，我觉得回到非洲行跟听完这些故事之后，就是你对这个国家有没有什么一个想法？我们先聊聊我们对非洲行的看法好了啦。就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那以往我对非洲的这个一些想象都是比较流于就是以前在那个报章杂志或者媒体的这个渲染所产生出的想象。那通常想象都是可能很多沙漠啊，然后很热，然后穷得要命，可能人民就衣衫褴褛，就是一堆黑黑的人，大家都长一样。那但是实际上接触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他们这样子，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说我站在他们立场来想的话啦，我会觉得说，其实不发展不开发也未必是坏事，就是维持现在的样子就是也很快乐啊。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很物资缺乏很贫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过的生活是这样子，然后再回过头来去看他们，才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很可怜啊，然后可能肚子很饿，然后东西很缺。但其实如果我一生出来我就是我手抽在非洲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每天就是拥抱山啊，然后拥抱大地啊，然后就是过得非常的就是天然资源为伍，然后与牛羊啊或者是就是这些动物就在一起，那我觉得我会是很快乐很充足的。对啊，我觉得我还有观察到一件事，就是他们对开发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我们是有所不同。这个就刚刚呼应到你刚刚提到的事情，就是说开发很好，那生活的改变也很好，但是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必要？他们对于环境的开发跟
融合，跟他们的那个要怎么讲，哲学观跟我们本质上就有一些落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蛮审视，就是说他们对于开发这件事情的想法跟我们是有蛮大的差异的。对，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座右铭，他们座右铭是那一句叫 Hakuna Matata。 对，就其实这一句话呢，就是如果大家有看狮子王会知道说这其实是一首歌的歌名，但在他们的语言里面，这一句话的意思比较像是随遇而安，然后就是没事啊，就是放轻松的这种感觉。那会提到这句话，我想到有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行程是在那个坦桑尼亚大陆嘛，那我们要坐小飞机要迁移到上吉巴的时候啊，那因为我们会需要把行李托运嘛，那因为那时候我跟静宏我们就是各自有一大袋行李吧，那因为那时候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把它送上飞机去做托运，那时候因为我就很紧张，我就一直跟那个叫地勤嘛，对，地勤小哥，我就一直跟地勤说，我好像不确定我的东西有没有上来，然后他就看我很慌张，然后他就很冷静的对着我说哈库塔马塔塔，然后就是一直就跟我说不用担心，一定在上面。但我就想说，为什么他可以那么的就是 chill 就很 chill， 然后也很确认这件事情。那我后来想，这跟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应该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认为对他来说，如果真的东西没有上，他应该也还是会想办法帮我们处理啦。就是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说，我们就先活在当下，因为也没有办法确定说，东西是真的有还是没有，那没关系，就先享受这一切。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后面再来解决。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掉很多的那个焦虑感。是啊，然后还有再来一点就是哈库拉马塔在斯瓦希里里面基本上当地人是不太讲这个字，它其实是一个死字，它是因为狮子王而再产生的一个字句。但是你可以从这边当地人的人生观跟他说话的方式以及他想表达的事情上面，他其实很融入了这个核心思想，就是随遇而安的概念。尤其是你看过这个非洲的大地之后，你可以完完全全理解说为什么这样这个地方的人会有这样子的宇宙观嘛，或价值观。而且跟他们当地人就是有一些接触，有一些相处，我认为在他们的这个情绪表达里面，可能基本上没有慌张这个字。他们每个看起来就是都很从容不迫，就是没关系啊，就先这样子，对啊，就看着办啊。既来之则安之的感觉，就没有人看起来是慌的。所以我觉得把那种西方的主流价值观直接强压在这上面，但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么适合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想法啦。对啊，我可以理解啊，就是他们其实不一定要开发，就是开发认为应该是说我们外面的人会觉得说开发是好事的话，可能是用在我们的角度，但如果我们真的是他们的话，我倒觉得未必。对，应该说他们对于发达这件事情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开发有没有必要完全照着西方模式的样板去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讨论的。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比较像是这样子。真的，其实他们是很 peace 的一个民族吧。对，我也觉得是。然后重点是他们那边的人是真的蛮害羞的。对，我们这边有个观察是说，坦桑尼亚大陆的人是比较害羞，他可能因为看到我们算是在当地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个亚裔的脸孔嘛，他们就是会一直看，可是呢，他们也不会靠过来，也不会跟我们要钱。反观我们到了上吉巴的人，他们就真的会直接冲过来，甚至我们走在海滩上面的时候，有一群小孩就对着我们唱他们当地语言的歌，然后发现我们没有给他钱的时候，就好像悻悻然的可能骂他们语言里的三字经的样子。对，就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民族性，算民族性的差别。对，有一些差异啊，但是相对来说，在上吉巴比较农村的地方，我觉得感受又跟这种比较观光客比较多的地方，又还是有一些差异在。对，确实是这样，没有错。对，还有再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我们刚刚讲到开发这件事情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说是不管你到任何世界上每个地方，没有基础工业这件事情是会很辛苦。对，会很辛苦。这是我们观察到说，在坦桑尼亚几乎没有所谓的基础工业，他们甚至什么基础的农业加工业啊，这些很基础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以往对非洲的印象就是可能物产很不丰饶，但其实坦桑尼亚是非常农业发达的国家。对啊，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种稻米的田，然后还有甚至是很盛产就是向日葵，因为他们有做那个葵花油。对，
就他们的这个农业条件其实非常的好，那我认为没有办法发展起来，应该就是跟基础工业不发达有很直接的关系。对，基础工业不发达，因为像基础工业不发达这件事情呢，可以在逛超市这件事情就可见一斑。那怎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想说要买一些伴手礼就回来可能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或同事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很难在当地的超市或者杂货店买到，就是他们真的是 made in Tanzania 的这个产品。对，很多都其实是从那个欧美进口的耶。对啊，就是他们相对来说那种基础的工业化食品真的比较少啦，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还是相对比较低，就是大部分的物产都是集中在生产地为主，或者是就直接把最基础的产品运出国再去做加工。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辛苦的啊。对，还有我觉得还要聊聊一个事情，就是全球暖化的影响啦。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跟我们的旅程就很有深刻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到的点是，我们当时在坦桑尼亚最重要的一个算是 Safari 的国家公园，叫那个 Serengeti 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在我们去的这个季节里面，理论上是不会下雨的，是晴空万里的天气。可是我们在这个途中有遇到几天阴天，而且我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在那个 Serengeti 这个地方能看到真正一望无际的星空。因为就刚刚提到嘛，没有基础工业就代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污染，没有污染，星星一定爆炸多。对啊，应该会要很明显才是。对，但是我们这几天我们很辛苦的，就是很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满满的星空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星星，只是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对对对，或那么的密集。对，然后我们想要最佳的观星地点的那个地方，刚好我们就遇到阴天，这是全球暖化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气候确实是有感受到变化。那第二个感受到变化就是我们去上吉巴的时候，我们去到的季节理论上是不会下雨的，但是我们在那个上吉巴的时候，我们待了5天还6天吧，但其中有3天是下雨的。对啊，其实出国下雨是很扫兴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到海岛这种，而且飞那么远，我们转机转2次。对啊，那时候是觉得还蛮无奈的，是蛮无奈的。然后后来我们有问当地的就是饭店的服务人员，就小哥，我说这个季节是常下雨，他说几乎以往是很少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所以对啊，从他回答就听得出来说，这真的是很异常的状况。对啊，这是非常异常的状况啊。所以这个算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观察。对，不过你说到下雨，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去这一个Safari 的时候啊，我们其中有一段是看到的是一望无际，就真的是你不知道边在哪里这个草原。那因为下雨嘛，所以其实因为很空旷，那就可以看得到说，哪一个区块在下雨，哪一个区块是晴天，哪个区块是阴天，这真的是蛮特别的体验。对，就是 Discovery。就是从那个镜头拍过去，就是某个地方在下雨，某个地方没有下雨。对，就你看过去，就可能左前方在下雨，然后你的前面中间是阴天，然后右前方居然有太阳。对，就蛮有趣的。那个边界感是蛮特别的，就是看不到边，就像那个像是海啦，它像海的感觉，可是它就是草原，你不知道那个底在哪里。对，没错。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我们有体会到说，对于非洲来说，好像相对非洲国家对于中国的好感程度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得高的。我其实甚至可以大胆的断定，很多当地人对我们很友善、很亲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以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很难辨别说长一样，对对对，其实真的是长一样。对，像我们去非洲之前，我们觉得黑人都差不多，长得就差不多。这就要说说看你的心得，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转机的时候，你就跟我讲一个理论。你就说长相的差别。对，我们后来转机，然后到了坦桑尼亚，然后再到伊索比亚转机，然后我们发现说，其实每个地方的人真的是感觉出来有差异的。因为像伊索比亚的人，就是五官比较小，对，就是相对比较精致，就是那种你可能，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些人会认为说，非洲大部分的人的鼻子可能就是很大，然后很塌，但其实伊索比亚的不会耶。对，伊索比亚人的五官，他反而鼻子是小巧精致的那种感觉，比较小巧精致的路线。然后男生的话，就是他的颧骨会比较突出一点点，然后看起来会比较像要怎么讲，有棱有角的那种
感觉，比较有特色，对，比较有辨识度，就是应该说这样子的骨相，这样子的长相是比较上镜头的。对，就后来反正我们慢慢有可以辨别出，其实非洲的人的长相可能他是属于比如说东非的啊，他比较属于南非的啊，类似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对，还是有差别的。对，这算是另外一个特别然后还有分就是有的是那个消光黑，有的是雾面黑，然后有的是真的很黑，有的是黑又有点咖啡。对，这蛮特别的就是对，然后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原本不知道黑人的那个手指甲是白的，我直到看到我们的这个向导秃马，我才发现说，原来他指甲是白的，好像很失礼耶。这我觉得很正常，但我没跟他讲啊。我觉得原来是长这样子啊，因为就是反正这就是算是长知识的一环嘛。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中国好感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在陆续就可以看到说，中国他们帮助非洲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所以他们对中国是蛮有好感的。不过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一件事情，中国在当地呢，就是把他的工班跟他的设施带到当地，但是实际上我们感受上来说，他们就是把东西盖完建完了，可是他并没有把相对应的技术留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当地人没有因此然后学到他们的这个建设基础的技术。对，就没有受惠啦，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像说送东西给他们。对，有点像送东西给他们，或者是说整体而言其实是有让他们生活确实是有一些改善，但是依赖性并没有改变。对，你说到依赖性，我想到，因为如果说像假设这个大众运输如果坏掉了，那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及时有相对应的工程人员来处理，那必须还是要扣这些中国人过来弄。对，比如说造桥铺路的技术啊，可能也没有办法留在当地，这个确实是对这个国家的成长是比较没有那么来的正面一些啦。那最后要来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中国基础建设就包含了这个所谓的网络建设，这件事情其实就带来了对当地带来蛮多的益处。我们在旅程中有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透过网络做了很多的学习。对，他们因为像我们有一天住了一个住宿，那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像小帅哥吧，对，我觉得他算是里面算帅的，没错。就那个小帅哥他其实那时候讲他很会，他中文其实讲发音还蛮标准蛮好的，我们就问他说你怎么学的？他居然说我是看抖音，然后我是上网学的。对，就觉得说其实这个网络让他们的这个教育是有更多的可能性，他们不见得要透过正规的教育就可以让他们的这个知识啊，或者是他们想学习的东西就可以获得更容易的取得啦，多一个管道。对，多一个管道啦。所以其实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对啊，然后我们有发现，因为其实当地的这个工作机会并不多，那甚至可能公务员的名额也没那么多，那他们当地的人如果是真的想要薪资想要优渥一些的话，那就会加入这个观光业，对，旅游业，对，他们就会认真的学英文，把英文学得很好，然后可以就是加入旅游业，然后接待观光客，因为这个薪资远比他们在当地的这个做一些基础的工作还要高的很多。没有错。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住宿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算是烤火的环节吧，然后我们就跟这个当地饭店服务人员聊天。对，我们就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也算是也是营地啦，那就是它有个地方是可以就是架那个就生火啊，我们就在那边烤火取暖，那我们就坐在那边聊天。因为那一间住宿的话，就是也有一个马赛人的伙伴，那因为马赛人他就是我们可能没办法跟他沟通，那就是我们有问题想要问马赛人的话，就是透过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帮我们翻译，那就是有在这边跟他们聊了蛮多的内容啊。对啊，就是包括说这个国家的薪资水平啊，有没有工业啊，然后这个国家的问题，他们这个国家的年轻劳动力非常的多，然后高等教育体制也慢慢有建立，但真正的重点就是没有工作机会。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从当地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可能他是学工程好了，可是他实际上在国内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机会的，因为没有工程可以做。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就比较难受一点，就是没有基础工业这件事情就真的影响很大了。因为这就可以讲到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欧洲母公司的同事，他其实是那个加纳人，他说他大学是在加纳念完的，他后来就到比利时留学，他就留在比利时就没有回到加纳。那他其实也有跟我讲到类似的状况，就是说其实他回到国内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真的机会没有那么的多，他们有的时候也不是不想要
留下来，而是也没有机会留下来。这件事情其实是讲起来有点哀伤啦，说实在就是现实的考量，就不像我们可能在台湾，你可能读什么什么科系，你基本上都找得到相对应的工作机会。对，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那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刚好有机会，然后有能力可以出国去工作。对啊，没错没错，所以这就造就他们的这个低薪跟比较内卷的部分啊。这真的蛮卷的。对啊。那最后的话，我觉得说听众应该对我们这趟旅程有一些就是比较资讯上的好奇啦。这是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旅行的指引。其实旅行的指引我们在我们之前有上解锁地球的节目啊，我们有分享过一部分啊。不过这部分我们还没有很仔细的在我们的节目分享，就是应该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细节。对。首先我觉得很多人都好奇，其实我陆陆续续有收到几个 email 跟 IG 私讯的询问说我们旅行社是怎么选的。那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唐桑尼亚在台湾是比较没有所谓的包套的旅程这件事情，或者有的话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昂啦。那如果说相对来说你想知道说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旅行社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国外的网站叫 TripAdvisor 上面去做挑选。那相对来说，其实这件事情的门槛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程度，就是你的英文的程度是要稍微好一点点啊，才可能比较有办法做这个选择。因为大部分的资讯都还是以英文为主，几乎没有所谓的华文资讯，就算有的话，大部分都是对岸的资讯比较多。那因为是这样子的话，你跟这个旅行社沟通，你也是必须要用英文的往来啦，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基础的英文就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有很多旅行的细节，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因为旅行社有分好的不好的，那你从这个评论里面你可能不见得可以筛选掉。那再来就是它里面旅行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文件要看那文件里面什么东西包含什么东西不包含，那这件事就很重要。我当时其实有询价了好几间旅行社最后我们决定的这间旅行社相对来说是比较高贵的部分。可是事实上呢，同等的旅程在其他间旅行社包含的内容也不会落差太多，可是它的费用却是比较低一点点的，甚至低蛮多的，我可以这么说。可是为什么最后我们还是选这间旅行社，是因为说它比较多台湾的资料是可以被找到的，然后陆陆续续也有人参加这个公司的旅游，那评价上来说都是比较好的。那因为我这趟旅行的话是蜜月旅行嘛，所以蜜月旅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不能出包。对，不能出包也不能失败。虽然说最后我们还是出包了，就是有一个吹风机事件啦，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在这边细讲了，因为这个在上节那边就聊过了。如果对这件事有兴趣的听众呢，我们可以就是移驾到上节那边去听听看。没错。所以这就是旅行社的选择的部分啦。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自行的去参考看看，说每一间旅行社有什么不同，然后它背后的评价啦。那原则上来说，唐桑尼亚的旅行社都不会太差劲，行程上都不会太落差太大。重点就是说导游上，那你每一间旅行社导游的品质就比较参差不齐的，就是有些旅行社可能就是绕过路过就带你去看过而已，他也不会对你多做一些解释，或者是说他对于动物啊生态的了解可能没那么深。那这个就是取决于说你这个人对这趟旅程的想法是什么，有需要做到什么程度。那你的导游知识越多，那相对来说这个旅行社的收费就会比较高，收费就会相对比较高，这是我们感受到的状态是这样子。关于旅行中的住宿，你会说会不会很不好啊，很差啊？这个就有请乔丹来回答了。这个住宿选择其实我们所了解到它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你可以很哈扣，那你也可以过得很爽。那我们就选择就是比较中上。那所谓的中上只是说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应该说有好几天我们几乎都是住在国家公园里面，国家公园里面呢很多都是这个营区我们其实住的那个也不完全是帐篷，比较像是度假小屋，叫 Lodge LODGE 对吧？这样对，没错对，就是 Lodge， 就是比较像是介于木屋跟帐篷之间。这个让我觉得很大开眼界，是说既然是在国家公园里面，然后其实物资也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其实你包括你要运输食物啊跟一些资源啊是都那么非常的不容易的。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住的非常的豪华，那就是豪华到觉得说居然这个盥洗的这个部分有2个有双脸盆，那叫双脸盆吗？对，双面盆，对双面盆，就是说同时可以2个人就是刷牙洗脸。对，然后呢就是住的地方
怎么讲，就是很豪华很豪华的帐篷度假小屋。对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境。对，这个可能要放在限动，因为用讲的可能没有那么没有办法直观的联想到，对对对对，那这可能要看到照片会比较清楚。对，但是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啊，就是你在国家公园里面，你的选择会牵涉到你的电力跟你的热水。这样，因为在国家公园里面，他们对国家公园的保护是蛮严格。我有跟当地的那个公园的，就是饭店的员工有聊啦，他们说他们选定一块地，然后到可以盖，然后跟要用什么样的工法，然后对环境的损害的评估，他们其实都要做非常很严格的审慎去评估这件事情。我会讲到电力跟这个热水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其实并不是说的住宿地点像这种所谓的 lounge， 它的热水是24小时供应的，他们有很多种不同供应方式，有的时候是限时段，有的时候是他们是要人力把热水烧完之后，然后混一混，然后混合起来之后才让你用热水，然后热水是有限时的，然后有些营地也没有随时提供供应吹风机的电力，因为他们那边的电力大部分都是靠太阳能为主，如果要用吹风机还要特别去跟他们提早讲，然后开发电机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建议，如果真的有听众要去玩的话，就是不要太晚洗澡，因为越晚洗会越冷。对，通常是这样子，但最好是太阳下山没多久就赶快去洗，因为才比较不会冷。对对对对，因为那边就是其实不要以为非洲都很热，其实没有，他们那边温差蛮大，就是你可能中午可能可以到30度，那晚上可能只有15度。对啊，那么这个关于住宿其实上下限真的很多啊。那我们也有看到说一个晚上可能就可以花掉可能$10,000的住宿，那个住宿之豪奢就非常的惊人了。对，但是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在那边吃到东西，每一餐几乎都很好吃。对，没错，就非常的惊艳，就是而且数量是非常充足的。对，就是惊艳到我就想说，为什么就是烹饪技巧这么好的主厨会愿意在这个国家公园的山上就是去工作？对啊，这就很惊艳，就是真的是蛮惊艳的。那再来就是我们除了参加 Safari 以外，我们还其实有参与就是当地的这个部落导览跟当地人的生活社区的导览。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有机会去到非洲的话，其实我蛮建议去参加这样的行程。不过这样的行程有的时候很容易流于说形式，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样板，表面，对，表面，然后去就是唱歌。因为我有同事也有去过 Safari， 他有跟我提到说他们参与当地部落的行程就是唱歌跳舞啊，然后很商业。所以关于这部分的行程，我觉得说你要跟你的旅行社做很好的沟通。像我们有参加到的这种行程，我觉得是很能完全几乎是它不是那种样板式的行程，而是真的他从旁观真的是带你体验当地，而不是你只是穿着他们的服装然后摆拍。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很帮助你去了解当地的内容啊。这个部分的内容我们其实有在上节那边有分享过，如果说对这部分内容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也到那边去参与。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去这个地方几天是适合的？其实我觉得根据你的目标有不同的变化，像我们觉得说 Safari 去个9天时间其实差不多是极限的，你天数少就有容易说有些动物没有看到，但你天数一多，其实到后期是很多动物是重复看到，其实就会有点视觉疲乏嘛，所以说不用到真的很多天，我觉得极限就是10天啊，差不多。然后到后期其实你很多动物其实看得差不多，你其实反而住宿可以挑好一点的，让节奏慢下来，就是比较要怎么讲，好好的睡觉，对，好好的睡觉，然后享受生活。因为其实看动物是要很早就出发，因为很多动物都是清晨才行动。对啊，像你如果套中岛要去找狮子，狮子根本就都不在，对，狮子都不在，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这天数的部分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只要纯 Safari 的话，大概我觉得安排个7天到10天是一个蛮不错舒服的，然后各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都至少可以体验到2到3个国家公园，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蛮不错的。最后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也不是说最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保险。其实在坦桑尼亚的话，台湾很多保险公司拒保的哦。那我们是后来很辛苦有找到一间保险公司，它是有承保这部分的旅平险啦。所以说如果说要到坦桑尼亚旅游的话，在保险的部分就要花比较多心思去做研究。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坦桑尼亚这个国家是有小费的，所以说你的支出的话是包含小费，所以说你可能旅行社给你的报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他们小费其实是有稍微有行情的，这个网络上应该都查得到，这个小费其实也不便宜啦。不过小费确实是当地的不管是向导啊还是你的司机啊，或者是你遇到所有人中间，他们其实是
很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坦桑尼亚的小费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哦，你说他们收小费有很特别的地方，我记得是他们会有一个箱子，然后你就把小费投到小费箱，然后他们再把这一个箱子里面的小费分给所有的人。对，就我觉得是蛮公平的啊，就变成说大家其实都会尽心尽力去服务观光客，而不会就是说摆烂啊，或者是只靠一个人服务啊，就没有这个问题。没错，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服务，他们这就体现到他们的生活观、价值观跟社会主义。你看他们的小费，并不是说我服务的很勤，我这个小费就是我的，而是说我们大家都把这件事情都做到好，对，一起来把这个顾客给搞定。对，那他们的小费是在这个小费箱里面，所有得到的小费是分配给所有的人，在这个比如说你这个饭店里面所有人，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对。但是讲到住宿，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有一天去住的也是在国家公园里面，那它也是比较高档一点点的这个 lodge， 就是小屋。那我就想要走进去看，它的那个风格怎么跟之前住的那种比较是野生的感觉不太一样，然后你就跟我说那个叫做殖民地风。对，我还想说进公司疯了，居然讲这么政治不正确的话，然后结果你是怎么跟我讲的？就是那个旅行介绍他就这样写的。他是写什么？他写什么？他那个给我的行程那里面就写说，这个就是那个英国殖民风格的那个营地的路线的 lodge， 他大概是这样子跟我讲的。我就觉得很好笑，居然这是一个风格，这也太政治不正确了吧？对，但是反正是宣传，而且还重点是他还是弄在非洲。他如果弄在其他地方，我觉得倒还好，他都弄在非洲。对啊，可是当地的员工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对，不觉得怎么样啦。那最后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地用的钱币，就是跟我们这期主题很相关的，叫做先令嘛。坦桑尼亚是用坦桑尼亚先令，但实际上其实旅行的时候是可以直接付美金的。不过我们有发现一件事，用先令跟付美金，你用先令的话，你的购买力是会比较强一点点的。所以如果你在当地旅行的话，其实不见得所有的消费都是要用美金去做支付，你反而有时候换一些先令在身上，你其实可以，你的购买力是会上升的。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对，会比较划算。所以如果想要买大量的纪念品的话，是可以用先令买的。对，没错。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划算一点点，而且其实先令也很漂亮，蛮值得去做。对，我想到那边其实刷卡很不普及，我们好像只有在有一间比较像是相对有钱一点人会逛的超市才有刷卡，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几乎都是用现金交易。然后现金他们对于美金跟先令，其实大部分的商家2个都会收。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这趟旅程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很好笑，我们一直说最后，他就一直补充。对，因为有太多的想法。这真的是最后了。那花多少钱呢？这件事情呢？以我们这个架构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还有包含到上吉巴去度假嘛，所以我们总共是14天的行程，然后加机票、住宿、保险，还有小费跟我们买的阿里亚扎的纪念品加起来的话呢，大概你自己出刮好，我们刷一个数字，大概就是一个人大概要1万美金。但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你的旅行社的选择，我觉得我们这个行程在其他旅行社里面可能可以达到将近7折的价格啊，因为我们是真的过得如贵族般的生活。对，没错。我们真的每一天每一餐都吃得非常的饱，对，然后过得非常的爽。对。但因为我们有牵涉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啦，所以说我们才选择用这样的价格去付出啊。因为毕竟大概是这样，那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我相信一定有人可以走我们一样的行程，然后但是它的价格是更低的，这个我是绝对是相信的啦。而且其实有发现台湾有些旅行社开始有做坦桑尼亚的这个行程，那如果说听众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纳入比较参考。对，因为毕竟如果像我们这样子去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在当地你的语言沟通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也不是说不行，因为其实我们的导游他就有讲过，说有一组台湾来的客人，那他们整团的人都不会讲英文，他们沟通的媒介就是 Google 翻译啊，所以你如果不会害怕说因为当地其实几乎没有所谓的中文导游，所以你不会害怕说你这边沟通的一些障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考虑看看这个方法啦，只是相对来说准备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没错。好了，我们这一集最后讲了蛮多，这个是行程的我们自己个人的观察以及比较实用的资讯啊，也差不多到了结尾啦。那希望说自己对大家有帮助啦。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啊，请到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ox 打新评分加留言，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那也请追踪我的 IG 账号是 Story on the Yard， 可以在放大镜上搜寻庭院上的故事。那 IG 上面会有我们的生活动态、Podcast 推荐以及书籍以及推荐哦。那
不管你在任何的管道留言，我们都会在节目上回复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